回娘娘，何宸妃的月训已重来。哦，胡太医的医术果然高明。谢娘娘夸奖。映月，胡太医为本宫准备的养生配方非常好用，把这些金锭赏与胡太医。娘娘，下官实在受受不起啊！有功当受禄，胡太医不用推辞。胡太医，这是娘娘的赏赐。谢娘娘。胡太医，本宫日后还有很多地方用得着你。是娘娘。映月，送胡太医。娘娘，下官告退。请。皇上，臣妾到新华寺上香，3日便会回宫，皇上不必挂心。爱妃啊，早去早回。臣妾知道。二喜，你要小心照顾皇上，如有不周，就算皇上不惩罚，本宫回来之后也会严加惩罚。放心吧，娘娘。皇上，臣妾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嗯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贵妃。是。走吧。启禀太后，万贵妃一行人等已离开宫门，往新华寺进发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太后。可笑之极，说是为哀家和皇上祈福而去，其实肯定是向神灵求子嗣去了。你知道这新华寺求子嗣是最灵验的，看来他比哀家还急呀。那当然，婉珍儿年纪不轻了，自从上次爱儿夭折之后，一直载无喜讯，哪有不心急之理呀？他要是比别的妃子迟生一步，哀家一定命皇上立长子为太子。到时候他想做皇后、皇太后，这种美梦他永远都达不成了。七小姐，少淑女正在练武，我替你通传一声吧。不用了，先别打扰他，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，不用管我。那好。数次的都未能打动皇上。我在皇上面前多次出现，皇上正眼都没看过我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难道真要在御药房与药锅子相伴到老？不行，当不了妃子，我也要再做皇上宠妃跟前的红人。少卿子说过，得势之后不会忘记我的好处，何不顺水推舟，看看会否成事？哎，你们两个去吧。是。二喜，二喜，哎呀，二喜！七巧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真的不能再在皇上面前出现了。
要不然他会怀疑是我告诉你他的行踪的。儿媳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嘛。再帮一次，七巧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其实，你并不是皇上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已经成为宫中的笑话了。我听到他们的传闻，我心里难受极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次要见皇上的人真的不是我。万贵妃已经出宫去寺庙上香，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帮忙，就让少淑女再见一次皇上吧。又要帮一次，七巧，我帮你是因为我们的交情，可那个少淑女，哎呀，我知道我当妃子一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我也不想在御药房煎一辈子的药啊，所以我就想，只有让少淑女得到皇上的青睐，我才能借她翻身呐。哎呀，算我求你了，他日我当了妃子的长衣就能扶摇直上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恩德的啊！好吧，我就帮你这最后一次了。不过，以后你不要再为这种事来找我了。谢谢你。哎，二姐，你今早看过湖畔的夜香花是否已经盛开？回皇上，夜香花已经全部开放了。待会儿皇上到了湖畔，一定会花香四溢，令人心醉。那朕就先去看看。希望贵妃回来的时候，此花仍未凋谢。爱妃最爱此花的香气。是。美人留步，转过身来。亲自给皇上请安，不知皇上在此，惊扰皇上，请皇上降罪。你叫青姿？朕想起来了，你在前太后宫中为朕跳过舞，跳得好，跳得好。谢皇上赞赏。那就为朕再跳一曲，为了良宵品添姿彩。
什么聊得这么起劲儿？他们说上宫局又收到礼部通知，皇上又立了一个妃子。又立妃子，是谁啊？少长月，就是你的同乡少淑女。青姿。是啊，少淑女被立为贤妃，比之前几位宸妃地位都高一些。那就好了。少贤妃，代本宫通传，本宫要向太后请安。是。臣妾向太后请安，愿太后福寿安康。贤妃免礼。谢太后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哀家今日到御花园一游，只见喜鹊迎面飞来，还在哀家面前叫了几声，哀家就知道一定有喜讯到。果然，你被皇上册封为妃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啊！青姿入宫以来，承蒙太后厚爱，今日得蒙圣恩，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到宫中来向您请安了。哀家近日老觉得身体不适，对贤妃疏于照顾，有所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贤妃别放在心上。哪里呀？得人恩果千年记，在臣妾心中，只记得刚进宫时太后是如何体贴照顾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臣妾已经不记得了。贤妃如此善解人意，哀家就放心了。来人，上茶点。啊，不劳太后费心，臣妾这就告辞了。哎，贤妃为何来去如此匆匆啊？臣妾还要到周太后宫中请安。啊？臣妾虽非公侯之家出身，但两宫太后都需同样尊敬，这种礼数，臣妾还是知道的。既然贤妃这么说，那哀家也不便强留了。那臣妾就先告退了。好。这位少贤妃，好大的气派。这也不能怪他，他在宫里吃了那么多的苦。但愿他能够不计前嫌，以后可以照顾我前潘两家。臣妾少青姿参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以淑女的身份进宫多时，我们也曾见过数面。平日我就觉得贤妃美丽动人，今日一见，更是倾国倾城啊！难怪皇上要钟爱你呢。谢太后夸奖。哀家知道你是前太后引荐的，如今当了妃子，就是哀家的好媳妇儿，以后多来走动走动，不分彼此，
啊，太后的教诲，臣妾谨记在心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何事打扰本宫拜神呢？哎，娘娘恕罪，但是事关重大。究竟何事？皇上在宫中。皇上到底怎么了？皇上在宫中，刚刚又册立了一个少贤妃。皇上又立了一个妃嫔。是的，娘娘。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这么高兴的事，皇上为什么不等臣妾回宫，一同欢聚呀？爱妃啊，朕不知道你提早回来，所以就……皇上就是因为不知道臣妾提早回宫，否则的话还会多立几位妃嫔，让臣妾有更大的惊喜，是吗，皇上？爱妃啊，这位就是皇上新立的少贤妃吧？臣妾参见贵妃娘娘。哈，不敢当。贤妃在宫中的名分仅次于贵妃，看来用不了多久，贤妃就可以与本宫平起平坐了。臣妾不敢。不敢？啊，贤妃一夜之间便将皇上的心虏获，你还有什么事是不敢的？爱妃啊，朕……皇上，臣妾自新华寺回宫，知道皇上立了新妃嫔，如此高兴之事，臣妾只是想来道贺两句罢了。臣妾就不打扰皇上与贤妃欢聚畅饮的雅兴。来人，在。摆驾回宫。是。爱妃。
皇上，您还听曲看舞吗？不用了，回宫。皇上起驾！恭送皇上。皇上今日心力贤妃，臣妾不敢让皇上进臣妾宫中，以免坏了皇上新婚之乐的心情，还会让臣妾遭人非议，说臣妾不明事理，独占皇上。爱妃，朕知道有负于你，但是你先把门打开，让朕跟你说清楚嘛。臣妾很清楚，皇上见一个爱一个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明白。爱妃，皇上请回吧。娘娘，奴婢知道娘娘千般委屈，万般不愿，但皇上立了贤妃，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如果娘娘这样把皇上拒之门外，奴婢怕娘娘把皇上越推越远。你就装作是自作主张把门打开的。皇上，娘娘还在生气，奴婢自作主张把门打开，请皇上劝解一下娘娘吧。爱妃，是朕不好，别生气了。皇上怎么会进来的？皇上请出去。爱妃，你别这样，朕知道委屈了你，昨夜你在宫外，所以朕到湖心亭去赏花，怎料遇到贤妃在那边练武，所以呢，朕只是一时意乱情迷。皇上不要再说了，臣妾不想听，好，不想听。朕不说，朕不说了。皇上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立后立妃，皇上知不知道这样做会伤透臣妾的心？爱妃啊，朕知道有负于你，对不起你，但是朕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朕再也不立其他的妃嫔了，好不好？爱妃，皇上，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好了，爱妃，别伤心了。
进来，把我吓得气都不敢喘。真的？那肯定吓死人了。对啊，是啊。那还用说吗？她被令妃不到2天，万贵妃便闯入她的寝宫，把皇上责难了一番。更糟的是，皇上后来也跟万贵妃一起回宫了。哎呦，日后少贤妃想有好日子也难啊。可不是嘛。就是。七巧参见贤妃娘娘。平身。海棠在，给本宫先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看娘娘现在多威风啊！其实本宫的处境仍是危机四伏，想必昨夜万贵妃闯入本宫之事，已经传遍整个后宫了吧？哎呀，娘娘别担心，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。妃子就是妃子，淑女就是淑女，得了贤妃的名分，身份已有不同。至于是否得到皇上的宠幸，那就要看贤妃的胳膊是否比万贵妃强了。你觉得我跟万贵妃能比吗？娘娘，别灭自己威风，长他人志气。论身材，论相貌，娘娘不比万贵妃差；论青春貌美，万贵妃更是望尘莫及。皇上早晚都会回到贤妃娘娘身边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哎，娘娘，你曾说过，如果有好日子过，你一定不会忘记七巧的，对吗？当然了，没有你出谋献策、穿针引线，怎么会有本宫今天呢？你放心吧，我已传召你上宫前来，商量把你调任为我宫中长医一事，日内方可成事。谢谢娘娘。何须客气啊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七巧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贵妃娘娘要见你。贵妃娘娘，带走。走，走。娘娘，七巧带到。贱婢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！是，娘娘。娘娘，你为何要责打奴婢啊？你还敢问？那夜湖心亭是谁替少青姿传针引线、精心布置的？当然，少淑女只是想在湖心亭练武，奴婢也只是答应帮她张罗的。令七巧，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练武，再给本宫狠狠的打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。你是谁啊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七巧，求见贤妃娘娘。七巧姐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娘娘在吗？在，跟我来吧。哎，七巧怎么这样了？娘娘，七巧求见。七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快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回娘娘，万妃知道娘娘得到皇上宠幸一事，是因为七巧暗中帮忙，所以把七巧抓进她的宫中责打一番。娘娘。
这样对你。娘娘，日后你一定要庇护七巧，否则在后宫之内，七巧真的无法安身了。你放心吧，你就在本宫身边，只要本宫在位一日，本宫就不允许他们欺负你啊！谢娘娘。疼不疼？一会儿本宫让海棠去御药房给你拿一点药来啊！谢娘娘，谢娘娘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爱妃啊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进去吧，皇上。娘娘，皇上已经到万贵妃宫中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娘娘别灰心，皇上是怕万贵妃会生气，才一连几日到她宫中相伴。过些时日，皇上自会回到娘娘宫中的。希望如此吧。以前以为当了妃子，就不会再烦恼了，没想到更烦恼。娘娘别气馁，来日方长，万贵妃定有年老色衰之时的。可我到了那个时候，不也是一样？宽衣吧，替本宫卸妆。是，娘娘。参见贤妃娘娘。哎，那不是新册里的贤妃吗？你看她怎么憔悴了这么多呀？当然了，皇上临幸过她一夜之后，第二天就被万贵妃闯进她宫中，把皇上要了回去。如果皇上再不理她，那不是跟当淑女时一样可怜？是啊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走吧。娘娘，七巧去把那2个嚼舌根的奴婢拉过来治罪。别生事了，走吧。是。皇儿，今日我们母子抛开繁文缛节，好好的畅谈一番。是，谨遵母后吩咐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来，这是刚刚送进宫的碧螺春。皇儿，喝点。怎敢有劳母后亲自为儿臣倒茶？不必拘礼。哀家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抛开繁文缛节。好，那就有劳母后了。怎么样啊？入口回甘，好茶。要是再配上这些茶点，那就绝了。那儿臣就不客气了。母后，
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儿啊，母后只是抢了你的茶点，你就觉得不知所措，觉得惊了，是不是？母后的意思是，你想想，那要是有人把一个活生生的皇上从眼前抢走了，那会是什么感觉呢？你要知道，被你册封的那些妃子，他们是什么感觉，心里有多难过。母后，这些是儿臣与妃嫔之间的事。是啊，哀家的皇儿已经长大了，登基也已多年，这些闺房之事，母后不便多管。可是，现在有人不依宫中的规矩，仗着皇上宠幸他，便不把其他的后妃放在眼里，还硬闯入别人宫中，撒野横行。母后担心再这样下去，以后宫中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呢？母后，待儿臣回去，定会责问万贵妃。皇儿，你可要言出必行啊！皇儿，历代君王，每一代皇朝，后宫不是嫔妃无数啊。可是一定要做到琴瑟和谐，首重雨露均沾，这样才可保后宫太平啊！你现在独宠万妃一人，你说后宫其他嫔妃情何以堪呢？你以大明正统为念也好，以各房嫔妃着想也好，一定要到各房多多走动，免得他们有孤独背弃之感。谢母后提点，让母后替儿臣费心了，儿臣知道了。你知道就好，你知道了，母后就安心了。好，不说这些了。皇儿，茶都快凉了，来添点热的。有劳母后。本宫妆容需不需要整理啊？娘娘，不用。娘娘的妆容完好无缺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谢妃命令。方上仪，我觉得整段曲子若以二胡古琴合奏会更好听。对，这样用不同的乐器配衬起来，整首曲子听上去和以前大有不同。既然方上仪满意，那各位我们就再奏一次吧。少长乐，贤妃娘娘召你到湖心亭弹奏。海棠。少长乐现在主要重编旧曲，贤妃娘娘想听曲的话，我派其他人过去吧。方上仪，可是娘娘点名要少长乐。